回到陈家后，一进屋，沈露就发现屋里的东西被动过。你给茵茵买的运动服不见了，从家里带来的干货和大白兔奶糖也没了，还有铁皮青蛙也没了踪影。沈凌冷笑一声，不管3七21，直接冲到大门外。来人啊，老陈家进贼了，大家伙赶紧看看自家丢没丢东西。有贼，这下可不得了。丢什么东西了？没丢贵重东西吧？我今天来看我姐和小外甥女，我给茵茵买了衣服玩具，还给我姐带了特产，这些东西加起来都不少钱了。最重要的是我给茵茵包的红包也丢了，里面可包了50块钱呢。天杀的贼，小孩东西都偷，赶紧报公安。是的呀，不知道哪个手脚不干净，过了今天没明天的毛贼敢入室盗窃，我肯定是要报公安的。姐，你赶紧回屋看看还丢没丢别的东西，是不是存折也不见了？沈露没办法，也知道妹妹这是在为自己出头，便点了点头。丢了，全丢了。就在沈凌吵着要报公安的时候，在屋里装模糊的陈母坐不住了，一阵风似的冲出来，气得一张老脸都变形了。老大媳妇，我可没看见红包和存折，没影儿的事儿，你们姐俩可别想冤枉人。这丫头下乡3年，人出落得更好看，怎么性子也变了？婶子，我冤枉谁了？难不成我带给我姐姐和茵茵的东西是你偷拿了？啧啧，你这人一把年纪了，黄土都埋到鼻尖了，怎么还学人家做起贼了？儿媳妇娘家妹子送来的东西也有脸偷？我也是糊涂了，我还以为那些东西都是老大媳妇给家里买的呢，想着我们一大家子住在一起，吃穿用度上从来不分你我，这才将东西拿走了。那我给茵茵买的红色运动服，一看就是小姑娘穿的款式，你拿走干什么？别不是想给你孙子穿吧？婶子，我劝你一句，这男孩子就要有个男孩子的样子，你给他穿小姑娘的衣服，小心他穿上瘾，长大变成变态。变态你知道啊，就是打扮得像女人一样的二鱼子。不就是一件衣裳，还回去就得了，至于这么损人吗？那您千万别忘了，除了茵茵的运动服，还有玩具。对了，还有干货和奶糖。我在乡下日子过得不容易，省吃俭用省下来的钱买来的东西，是给我亲姐姐和亲外甥女的。不相干的人可别舔着脸来沾边。这么多街坊邻居看着呢，他只能忍气将东西一样不落的从屋里拿出来。诺，都在这儿了。没想到妹妹这么厉害，不仅堵得婆婆无话可说，还将东西顺利要了回来。要知道自己这婆婆是属貔貅的，只进不出，进了她口袋的东西，想要出来比登天还难。还是自己妹子有办法，还有钱呢。对呀，还有茵茵的红包和沈洛的存折呢。街坊们看热闹不嫌事大。老天爷，我真没拿。看我这记性，红包还在我这呢。我也是以为家里进贼了，急昏头了。姐，你回去再好好看看存折还在不在。做戏做全套，沈露还真回屋里看了下，还在呢，没丢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我姐一个人上班攒点钱不容易，可别叫哪个不长眼的贼给偷了去。我们茵茵很有福气呢，不光小姨疼你，你奶奶也特别疼你。这么多年，爸爸工资都给奶奶存着，给茵茵当嫁妆呢。不是，什么时候说过要给赔钱货存嫁妆了？婶子，你真是天底下难得一见的好奶奶。从我姐姐和姐夫结婚到现在，你一直把着我姐夫的工资，这么多年全靠我姐姐一个人的工资养孩子，每个月还要额外上交10块伙食费。有你这样的婆婆，真是我姐的福气。不是，我那是陈家的，你们家海波要上交公费，海涛是不是也得交啊？茵茵二叔不用上交工资，连生活费都不用交，他们两口子这些年也存了不少钱。我前段时间伤了手，让许妙妙帮我去纺织厂顶班，他还说要花1000块钱买我的工作呢。这都是陈婶子的功劳啊！婶子，陈海涛都能拿出1000块钱买我姐的工作，看来婶子这些年肯定替我姐攒下不少钱。姐夫一个月工资48年工资就是3840块。陈母脸色比死了3天还难看。哪有那么多钱？没有。接下来姐俩一唱一和，彻底将陈母架了起来。沈露，那你要多少钱？500。我的手后续吃药是笔不小的开支，茵茵上学要花钱，等冬天还要给她添置过冬衣物，还有海波，他都好几年没换过新棉袄了。说了一大堆，陈母直头晕，她是一点也不想给，可这么多人看着呢。最后不情不愿拿了钱，简直比割她的肉还疼。这时刚下班的许妙妙回来了，前脚刚被厂子通知明天不用去上班，后脚一回来就看见婆婆拿了一沓子钱给了沈露，她当即就炸了。拿来，这是我的钱，你竟敢打我！许妙妙，我忍你很久了，快去道个歉。娘，你疯了！玲玲，别生气，老二媳妇是刀子嘴豆腐心，没有坏心眼。没有坏心眼就好，不然他推3阻4不把工作还给我姐，我还以为他起了霸占的心思呢。一句话直接戳穿婆媳二人的心思。怎么会呢？工作还是老大媳妇的，
这就对了。婶子，你作为婆婆可要一碗水端平。太好了，二婶婶总算是将工作还回来喽。他气恼地瞪了沈明和沈露一眼，像只斗败的公鸡似的进了屋。婶子，他这是怎么了？别不是让他将工作还给我姐不高兴了吧？这次沈凌还真是没白来帮沈露将工作要了回来，还额外收获500块钱的婆媳俩的如意算盘也落空了。只要他们还要脸，就不会再打工作的主。报告，什么事？是一位名叫沈露的同志找嫂子。好，知道了。哟呵，尊贵的军官夫人终于肯赏脸接电话了。你是哪位？我是谁？我是你老子。你怎么知道我回来了？是不是沈玉珠告诉你的？你管是谁告诉我的？我就问你。嫂子厉害啊，敢挂亲爹电话。部队这是娶了个小辣椒啊，莫不是私底下也被嫂子治得服服帖帖吧？不是，一个个的都什么眼神？专心工作。是。下乡3年翅膀硬了，结婚这么大的事情都不通知父母，你眼里可还有我和你妈？3年未见，某些人还是这个死德行。那你眼里有过我这个女儿吗？沈自强，你眼里只有沈玉珠这个养女。你但凡还念半分父女之情，就不会对3年没见的女儿如此恶劣。你这逆女，我父不慈就别怪女不孝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为了让沈玉珠不下乡，你在纸条上做的手脚。沈自强，我真想知道沈玉珠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，让你这么无视亲生女儿，连她的死活都不顾。这样的你配做父亲，配在我面前大呼小叫。沈自强，我认你，你才是我爹；我不认你，你屁也不是。小心气坏自己。沈凌能感觉到男人对自己的关心。放心吧，现在电话那头的人比我更气，我才不气呢。我现在有优秀的丈夫，不用再回乡下受苦，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，过往的阴霾都散去了，以后我会过得越来越好。吴玉英见丈夫脸色像紫茄子似的，忙从他手中抢过电话，劈头盖脸对着沈凌就是一通指责。你也想挨怼？玲玲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种什么因得什么果。行了，别说废话，没正事我就挂了。别，明天带着你丈夫回家吃个饭，总不能你都结婚了，我和你爸还没见过女婿。听话，咱们一家人聚一聚。可以，不过我不想看见沈玉珠，她在的话我就不回去。别误会，我平时一点都不凶。回到宿舍，陆月出去了一趟，不一会儿端了一个茶缸回来了。菊花茶。喝了降肝火，喝点吧。骂了那么久的人也怪累的，润一润嗓子。陆队长，我发现你这人还有点冷幽默。只要你不难过，我还可以更幽默。是吗？那你幽默一个给我看看。还是留着下次你不开心的时候逗你开心吧。时间不早了，你早点休息。在家属房没批下来之前，他还要去周卫东那凑合。沈凌点点头，想到明天的家庭聚餐。你如果工作忙的话，我自己一个人过去就行。我陪你。沈凌，你起了没有？是方莹莹的声音。马上起，你先等我一下。早啊，太阳都晒屁股了还早呢，这都快9点了。昨晚上是不是累着了？没有啊。沈凌愣了一下，才反应过来方莹莹话里有话。看你们家陆队多疼你，他一大早就打了早饭回来，见你们还关着也没打扰你，将早饭交给我才走。走之前还叮嘱我别打扰你，等你睡醒再送过来。同样都是男人，邹国栋就差得远了。怎么，你的国栋哥哥又惹你不高兴了？哼，什么哥哥，那就是块捂不热的石头。大家都是已婚女同志，方莹莹说话没半分忌讳。这次过来我是奔着怀上崽崽来的，可邹国栋碰都不碰我，躲我像是躲洪水猛兽。你说我又不能单体受孕，他不配合，我上哪去怀孕？说着，他突然一脸八卦。你和陆月也是包办婚姻，你们那方面咋样？和谐吗？当然和谐，陆月他很厉害。是怕方莹莹刨根问底，可话音刚落，门口突然多了一道气场挺拔的身影。都是过来人，放开点。头再低一点，发丝就进去了。先别着急，我们的结婚报告还没批下来，暂时还不能住一起。谁急了？你没急，我急了，可以吗？你也不许急。好，我们都不急，你安生吃饭。我过来是想问问你什么时候出发去市里。走啊。玲玲，这就是你丈夫？对，我爱人陆月。小陆，你是冀北省哪个地方的？一个不知名的小村子。难怪你是小地方来的。那我就和你讲一下咱们这儿的规矩，这结了婚就要改口了。你和玲玲是夫妻，那你就要随她喊我一声妈的。对，大城市规矩多，女婿改口还有大红包拿。对啊，女婿第一次上门，总得有所表示吧，不用太破费，包个88就好。你发我也发嘛。吴玉英脸色僵硬，心里怄得快吐血。你们结婚都3年了，陆月也算不得新女婿了，改口的红包就免了。此时家属院大门口，大中午的怎么站外边？昨天玲玲不是在电话里说了不让我回家吗？她3年都没回来看爸妈，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我就想着让她高兴，一家人能安安生生吃顿饭。走，跟爸爸回家。沈凌，你爸回来了，待会态度好点，别和他吵。你觉得可能吗？你姐怎么你了？
你就这么不待见他？亏他怕惹你生气，连家都不敢回，一个人孤零零晒在大太阳底下，你就是这么对他的？昨天在电话里我就说过不想见到他，他自己巴巴凑上来，怪我了。从小到大就会装可怜。沈玉珠，你可真是老演员了，你不该学跳舞，应该去学表演。沈玉珠就知道沈凌看见自己会炸毛，于是她更加做出可怜隐忍的样子。玲玲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这么讨厌我，你要是不想看见我，那我走就是了。今天真要让沈玉珠走出这个门，那自己在钢厂家属院的名声肯定不会好。来都来了，没有饭点撵人的，坐下一起吃吧。陆月同志是客人，鸡腿给你。谢谢。陆月客气道谢，反手就将鸡腿夹给了沈凌，语气温柔中带着一点心疼。你吃，受了委屈多补补。真好吃，老公对我真好。沈玉珠看着两人郎有情切有意垂在桌下的手差点掐烂，沈自强更是没眼看。你开哪个型号的飞机？保密，部队的事情你一个搞后勤的少打听，说了你也不懂。你回来就是给我添堵的。是你叫我回来的，求人得人啊。小妹，你现在也结婚了，当着陆月同志的面，最好还是温柔些。天下无不是的父母，爸爸妈妈就算有不对的地方，他们也是你的父母。你对亲生父母尚且如此，对公婆怕是更无半分孝顺，这样真的不好。你一个既得利益者，就不要在那里狗吠了。沈玉珠，当着我丈夫的面挑拨几句，难道还以为他会撇下我要你？一口一个陆月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点小心思。蝙蝠身上插鸡毛，真当自己是凤凰了。沈玉珠的心思被当场揭穿，自然是不会承认。她立即红了眼，难堪的咬住唇，一言不发的样子，活像是个受气包，眼泪更是吧嗒吧嗒掉进了饭碗里。我没有。玲玲，你怎么变得这么……看你这逮谁咬谁的样子，活脱脱像个疯狗。下乡3年什么也没学到，反倒是学会了乡下泼妇那一套。老沈，别说了。爸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小妹？这个家3个孩子，只有沈玉珠是你女儿是吧？你知道你这样的行为有多伤人心？小妹她在乡下受了许多苦，你难道就一点不关心？就她这样不讨喜的性子，吃苦也是活该。伯父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的道理你不会不懂吧？我没有立场指责你，不过我会做好沈凌坚实的后盾，弥补她从小到大受过的那些数不清的委屈。他伸手温柔地为沈凌理了理鬓边的碎发。有我，别怕。我知道了。虽然陆月一个脏字都没说，可这番话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耳光，重重甩在沈家两口子脸皮上，两人好半天无法回神。就这么在乎沈凌？沈凌有什么好的？牙尖嘴利讨人厌，不就是长了张狐妹子脸蛋？这就是你找的丈夫，对长辈没有一点尊重。我丈夫分得清里外亲疏，知道谁才是他应该保护的，不像有些人一大把年纪都白活了。你要是看不惯，可以走了。这是我家。沈自强仿佛下一秒就要绝过去。这次沈凌过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气人，现在目的达到了，他也不想看沈家这几张嘴脸，直接拉着陆月站起来。姐，我和陆月先走了，你有事就给我们打电话。好，身体为重，别的事别放心上。会的，姐放心。站住，陆月，我女儿养这么大不是白送人的，你娶了沈凌，总该给我们做父母的彩礼吧？我们也不会狮子大开口，按照市场行情，你给500块钱就行。原来这才是这次吃饭的目的。沈凌为原身感到难过，这是一对什么极品父母啊？那请问你们给我多少嫁妆？我嫁给陆月算是高价了，按照市场行情，你们得多给我一些嫁妆傍身。这样吧，我也不多要，给我500块钱就行。你想钱想疯了？你们都结婚3年了，哪儿还有再要陪嫁的道理？对啊，都结婚3年了还要彩礼，想屁吃呢？扔下这么一句，沈凌拉着陆月就走。一个农村来的土包子也配戴这么好的表？在我看来，我妻子人美心也美，配得上这世上最好的东西。季若兰听了这话，心里更是止不住的酸涩。你知道我喜欢了你好几年，希望你能认真考虑一下。我父亲是军区领导，我本人工作优秀，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，我都比沈凌更适合你。和我在一起，至少你的前途会非常有保障。沈凌好笑的看着眼前的女孩，当着自己的面就敢撬墙角，竟她是条女汉子。我陆月想要什么，自会凭自己能力去争取，更不屑靠裙带关系上位。看在你父亲和你姐姐的面子上，我给你留些体面。哼！回到部队，收到家属院的房子批了下来了。陆月自己带着几个战士将小院里里外外收拾了一遍，直接拎包就能入住。一切都收拾好，沈凌才过来。今天辛苦你们了，改天请你们来家里吃饭。不辛苦，谢谢嫂子。几个小战士走后，陆月从柜子里面取出一个铁皮匣子，交到沈凌手上。打开看看，给你的。给我的。那我打开了。沈凌小心揭开铁皮盖，里面装着一沓现金和一些票证，另外还有一本存折。他没好意思数钱，拿出存折翻看了一下，直接被上面的数字镇住了。这钱太多了，我不能要。你是我妻子，我的钱就应该由你来保管，
我的人也交给你管。这话比钱还让人有踏实感。陆月要去营地了，等他走后，沈凌将家里简单收拾了一下，去给沈露打电话。姐，我搬新家了，明天周末你带着茵茵过来玩吧。行，正好明天我调休。你那天走后，爸气的在床上躺了好几天。我听沈玉珠似乎在怂恿爸妈去陆月单位闹事。玲玲，你一定要多加小心。不怕，他们能来这里闹，我也能去爸单位闹。姐先不说这些了，你最近怎么样？姐夫跟你认错了吗？回娘家快1个星期了，陈家没一个人露面。这次姐肯定不会轻易妥协。你能这样想就对了，必须给那一家子一点教训，否则他们真拿你当软柿子捏了。姐妹俩又聊了几句才挂掉电话。一大早，沈凌拎着满满一篮子菜刚到家门。小姨，沈露牵着女儿走过来。等很久了吗？没有，也就一小会儿吧。陆二嫂，是你吗？于小莲已然将在青山村污蔑沈凌推陆小宝入水的事情刻意略过，看着沈凌的眼神像见了老乡。于知青，你这是？我是来投奔亲戚的，我姑姑在这边随军。这下对上号了。于小莲就是隔壁家苏兰口中的侄女，只能说世界还真是小。沈凌仔细看了于小莲一眼，就没理会，直接带领姐姐跟茵茵进屋。这次沈凌准备烧大桌子菜，招待姐姐的同时，顺便让陆月将关系好的战友们请来家里热闹一下。院外突然传来一阵喧哗。囡囡啊，你怎么了？别吓妈妈！沈凌急忙跑了出去，一出去就见不远处围了一圈的人。苏兰在一旁看着急死了。肖美云，别拍了，赶紧送卫生院吧。嫂子，我懂艺术，让我来吧。一边说，于小莲一边屈起手掌，大力击打小女孩的背部，每一下的力道都不小。可小女孩表情依旧痛苦，呼吸也越来越困难。众人看的心都揪成了一团，有人小声议论：到底行不行啊？别耽误了最佳抢救时机。苏兰着急慌了，若是真因为自己侄女耽搁了人家女儿救命，怕是要跟自己没完。你将孩子抱起来，站在他身后，手握成拳挤压他腹部上方，快！你不懂艺术就闭嘴。沈凌没工夫和于小莲耍嘴皮子功夫，直接上前将孩子抢过来，背对着搂在怀里，两手握拳叠压在孩子腹部，开始动作，利用外部压迫产生气流冲击力，将异物排出。沈凌，你别胡闹！你一个不懂艺术的人胡乱治病，只会让孩子的情况变得更糟糕，还不赶紧将人放下！所有人的视线都落在沈凌身上。不一会，小女孩哇的一下从喉咙里吐出一块完整的水果糖，脸色也因为重新吸入空气而变得和缓起来。大家伙跟着松了口气。陆对媳妇儿真是好样的，能从阎王爷手里抢人，真厉害。萧红云红着眼睛给沈凌深深鞠了一躬，谢谢你救了我女儿，改天我一定亲自登门道谢。不用谢，我刚才用的急救方法大家都应该学一学。如果嗓子里突然卡了异物，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救命。随后大家鼓起了掌。你小子好眼光啊！弟妹出的厅堂下的厨房，危急时刻还能救人，厉害！陆月的上级领导欣赏地看向沈凌，弟妹有没有兴趣来部队卫生室工作？我也只是会一点急救措施，如果真的去卫生室工作的话，恐怕不能完全胜任。陆月领导一听，让他不要有那么多顾虑。不能完全胜任可以学习，正式上岗前肯定会对你进行一段时间的培训，只要你点头，其余的事情自然有人替你安排。沈凌知道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肯定是因为陆月在部队里表现优秀，自己作为家属才能获得工作机会。我一定不辜负领导期望。好，希望你们夫妻在各自的领域发光发热。一顿饭吃得宾主尽欢。吃过饭后，周卫东主动留下帮忙收拾部队里就没有懒人，他和陆月包揽了刷锅洗碗的任务。陆月，你让我查的那个李大华有眉目了，正是一共有100多个叫李大华的，根据邮戳上显示的邮局信息，地址是在市区下属的一个县，我抽时间去一趟核实一下情况。行，这事就交给你了，你和大姐都辛苦了，先休息一会，晚上不用做饭，我从食堂带回来。这边陆月和周卫东一起出门。你就是陆二哥吧？于小莲亭亭袅袅地走上前，一双秋水般的眸子溢满了崇拜之色。我叫于小莲，我也是青山村的知青，之前在乡下的时候经常听你妹妹小婷提起你，她说你是不可多得的人才，是大家心目中的英雄。以前我总在想你会是一个怎样的人，今日终于见到了，果然非同凡响。男人嘛，对于女人的崇拜没几个能抗拒的了。可陆月一个眼神都没给于小莲，淡淡的扫了周卫东一眼。交给你了。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？于同志，我们还有事。好，那你们忙。对了，这位同志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周卫东素着脸没回答他的问题，大阔步去追陆月啊，昨晚是不是没休息好？还行，年轻人要懂得节制啊。参谋长，不是您想的。行了，别解释了，解释就是掩饰。